大家好，我是龚明明，又见面了。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上期讲了如何解决随机数序列造成的无法优化，以及如何把初始化放到异步过程。这次我们来看另一个优化不出来的情况。上次解决了初始化的问题之后，我就想解决内参估计这个影响实用性的问题。OpenMBG 有个数据库，里面存了相机型号和感应器尺寸。照片的 EXIF 元数据里包含了相机型号和焦距信息，再加上照片分辨率，就能得到焦距是多少个像素，内参就都能求出来了。之前提过，数据库毕竟有限，如果相机型号不在数据库，或者干脆是没有 EXIF 的图片，就得不到内参，整条流水线便无法继续。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了 Moji 来做焦距估计。虽然 Moji 的主页是单张图片估计深度，但中间的一步是估计焦距，实测平均误差在 5% 以下。当然 Moji 不是唯一候选，还试过 Wild Camera 的方法，它不但可以估计焦距，还能对付切过的图片之类。但它不但比 Moji 慢一些，还有依赖库的重大问题。它有一大堆依赖库，还属于深度依赖，没法去除的那种，还是依赖于这种甚至没有发布到 PIP 的包。所以我还是使用了更为熟悉、性能更高、只有一个依赖的 Moji。而且 Moji 对 SciPy 的依赖只是最小二乘法优化非线性函数这一个点，以后可能可以用 PyTorch 的迭代优化替换掉。调研过程中发现的一个事情是，很多估计相机内参的做法都是先得到深度和法线，拟合出焦距，而 Moji 是先得到 3D 点云，从中拟合出焦距，再得出深度。对于我们只要焦距的情况，能省掉后面的计算深度的部分。虽然估计出来的焦距误差不大，但离谱的事情再次发生。对，可微优化这步又出幺蛾子了，大部分时候完全优化不动，生成的 mesh 直接原地消失。我们明明已经解决了随机数的问题，怎么还有？有了上一期的经验，还是把焦点集中在猜测初始矩阵上。分析发现平移和旋转没问题，但放缩有点异常。正常情况下 scale 应该是 0.1 这个数量级，优化不动的时候则到了 0.001 这个数量级，甚至更小。所以就是一开始缩小到了不到1个像素，以至于可微渲染一直没有找到应该往什么方向优化。我们估计 scale 的方式是把 OBB 投影到每个照片视角的图像空间，求个 2D 的 bounding box， 和前景物体 mask 的大小算出 scale。 问题就在某张照片的视角下，因为焦距估计的那一点点误差，让 OBB 投影后比近平面还近了。这时候物体在图像空间里就变得无比巨大，以至于算出来 scale 非常小。既然这样，就不用投影，从头到尾用 3D 的。之前估计物体中心的方式是把 SFM 的所有 feature point 投到所有图像上，如果在前景的 mask 里，就拿去求平均。现在还用这个方法，但是改成求 AABB， 这样产生的 AABB 对角线长度和 mesh 的 OBB 对角线长度一除，求出 scale， 比以前的代码简单很多，还有效很多。可微优化的初始误差从 0.26 降到了 0.09 到 0.06， 最终误差也能到 0.01 左右，而且再也没有出现优化不了的情况了。所以说和预期一样，初始值对优化特别重要。我们现在有了个相对完善的初始值估计，达到同样的误差，迭代次数可以从2000次减少到1500次，因此快了6秒左右，总时间来到76秒。在集成 Moji 的过程中，还有意思的事情。前不久我曾经尝试过在 CPU 上执行各个模型，遇到的一个问题是 Trellis 和 DynoV2 用到了 Xformers 的 SPDA Scaled Doppler Duct Attention， 就这一个函数而已，它只支持 CUDA。 在 PyTorch 2里也有个内建的 SDPA 可以用，不但支持 CPU， 而且在 CUDA 上性能不输给 Xformers 的，所以我就改了 Trellis 的代码，用 PyTorch 的替换掉 Xformers 的。但是 DynoV2 我没打算改，尽可能用原版，它和 Xformers 都是 Meta 的工作，所以用 Xformers 不用 PyTorch 也很正常。如果关掉 Xformers，
DynoV2 也能跑，只是显存占用翻倍，速度变慢很多，也就是没有用 Memory Efficient Attention。Moji 里的做法是初始化 DynoV2 之后，把每一个 module 的 tend 用一个自定义的类覆盖掉。这个类用 PyTorch 的 SDPA 实现了 Xformers 的 SDPA 接口，就这样完成了釜底抽薪的替换。于是我用这个方法在 Trellis 里也对 DynoV2 做了一样的事情，由此不再需要依赖 Xformers， 性能和显存占用没有变差。别小看 Xformers， 它里面的 Attention 单个 DLL 就有412兆，我们所有依赖库加起来也不到4G， 去掉 Xformers 就能减少到 3.5G 左右。还有一点 ，Xformers 的预编译包之前还没有支持 Python 3.13 的，也就到前几天才加上，所以原先用了 3.13 就没法用 Memory Efficient Attention， 反之亦然，现在两全其美了。既然涉及到了 DynoV2， 那就继续往前走一步。Trellis 和 Moji 都用了 DynoV2， Trellis 用的是外部的原版， Moji 包含了一个修改版，但是比较一下发现修改有两处，第一是去掉不用的文件，第二是注掉了几个关于 Xformers 背景用的 warnings。我们的系统有个部署的步骤，把运行期用到的文件部署到目标目录，所以不用的文件不需要去掉，只要部署要用的文件就是了。第一个修改不需要了，那几个 warning 都是无害的，所以在调用的时候用 Python 现成的 warnings 库就能忽略掉，不必改 DynoV2 的代码。第二个修改也不需要了，因此 Moji 和 Trellis 都可以用同一套原版 DynoV2 的代码，通过 import lib 根据模型的名字动态载入需要的 backbone， 但它们对 DynoV2 的用法并不一样，因此也用的是不同的预训练数据。Moji 是自己训练的不带 register 的模型， Trellis 是用 DynoV2 预训练的带 register 的模型，所以运行期还得各自初始化各自的，没法复用，比较可惜。以后我还会尝试把 DynoV2 用到 SFM 里，它可以给输入图片做标记，不同图片上相似的 patch 会得到一样的标记，所以在 SFM 其实可以用它来提取 feature 点，并找到 feature 点的对应关系。以后我可能会试试看能不能用它来替换掉 SFM 里的这几步，得到一个传统和机器学习相结合的 SFM， 速度更快， feature 点更密集。现在的学术圈专注的是把整个 SFM 换成用机器学习来做，有根据数据训练的，也有前馈网络的，结果是速度稍快但质量变差的 SFM。 如果只换掉一部分，就会被认为 incremental， 没法发 paper 的，即便这可以同时提高速度和质量，整个学术圈都错了。传统方法和机器学习的方法各取所长才是最好的。经过这一轮折腾，我们的系统应用性提高了，不必要求数据库里有的相机才行。通过改进 scale 的初值，减少可微优化的迭代次数，速度提高了，去除 Xformers 的依赖，包体缩小了，一举多得啊！之前对 Moji 的探索没有白费，这不又有这种奇怪的角度用上了。下一步是探索 GGML 这个 native 的机器学习库，我想知道它能否用在这里，以提高执行效率。欢迎继续收看，再见。I'm so happy, 'cause today I found my friends.